准确无误。妖书。合适吗？这样是教呢？太过分了吧！这是什么样式呀？成个什么？这哪是出大人题呀？妖书在两股正中之位，恕行是身为女子，实在不便在此处施针。有道理，多难为人啊！不是老夫的耳朵出问题了吧？你说你不想施针了是吧？这道实证之题事先说的非常清楚，实学当中一学都不许错。你现在跟我说你不想施针了，是不是想放弃了？程大人，你明明知道我是女子，不方便在此隐秘之处施针，为何还要出这样的难题来为难我？你说老夫想为难你，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呀！你问问在场的太医们，他们哪一个没考过银针入学？可那也是用的铜人，不是活人呐。哎呀，你说出这样的题，这太难为人了吧？老夫再给你一次机会，3生之后，你再不去施针的话，我就算你自动放弃。这不是咄咄逼人吗？是啊，怎么能这么办？1、2。够了！你今天做得很好，这第3道题你就不用考了。大人，没考过也不要紧。既然有人出那么恶心的题来为难你，你就算是进了太医院，将来也会受尽欺辱。没关系，他们看不起你，老夫看得起。今天就当着大家的面，我收你为关门弟子，允许你进入刘氏门墙。师傅，你怎么能？闭嘴！刘大人，你说你要收个女弟子，你头昏了吗？老夫收徒，关别人何事？我曾经说过，如果要收徒弟，此人必须有太医之才。各位，你们平心而论，唐氏的医术难道真够不上一个医师吗？绝对够得上，绝对够得上。毋庸置疑，高明的很呐！唐玉贤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师傅，请受徒弟一拜。呀，恭喜刘大人呐！恭喜刘大人！恭喜恭喜！恭喜刘大人！来，赶快请起。太好了，整个太医院里面，也就刘平安是个人才。程13那对叔侄，狼狈为奸，明里暗里欺负你，当朕是个死人啊！朕给你出气。来啊！哎，别！我听说程院判是太后的亲信，你好不容易才和太后和睦，不要因为这种小事儿再惹太后不开心。再说，程村霞也是师父的徒弟，我还要叫他一声师兄。你要是惩治了他，要我以后在太医院如何自处啊？朕不是封你为司药女官吗？你住的是长寿殿，管的是御药房，以后不用去太医院。话虽如此，但御药房也要跟太医院打交道啊。而且，我还想去太医院跟师父多学一些医术。我还想去太医院查清楚，当年那个胭脂大叔到底是谁。你说，也许那个人已经辞官退职，可也说不定太医院的人有人知道他是谁呢。正奇，医药的事，你还是让我自己处理吧。行了，朕本来想替你出口气的，没想到，却招你说了一车子的话。既然朕替你开了长寿殿，你就住进去吧。毕竟，司药是6品，你以后不要再住在坤宁宫了。司药是6品，可我师父才6品啊。女官和外官是不一样的，就像1品诰命夫人和1品大臣能是一回事吗？
朕封你这个职位，一是让你在宫里有些事做，二来是让你在宫里不受人欺负。谢谢你。以前我总觉得你性子不好，可是现在我发现，你其实挺会为人着想的。是吗？我对别人可从来不这样。是吗？你说呢？我跟祁煜说，我们只是在净慈师太那里见过。你之所以在宫里发现我，也只是刚好碰巧而已。好了，朕知道了。可是咱们不也是刚巧碰到的吗？那我先回去收拾收拾了。等等。祁煜那个混账，有没有跟你赔不是啊？只怕他知道我参加了太医院会试，还在不高兴吧。她当了司药女官。殿下，您跟杭姑娘这么拧着也不是办法呀。现在她管着后宫的御药房，也算是名正言顺。再说了，给娘娘们瞧病也是面子的事儿，毕竟跟大街上那些开医馆的大夫不同。可是，殿下，说句该打嘴的话，刚才奴才去太妃娘娘那儿送东西，正好听见娘娘在跟程太医说话，那中气十足的样子，真不像是病得那么重的人。太妃娘娘根本没病，那天那次晕倒，也是她假装的。我一给她诊脉，就发现了。你说的当真？千真万确。皇上让你去管司药司，确实是物尽其用。本宫让如香给你挑了几个老实本分的宫女，到时候你就一起带过去吧。参见杭司药。如香，带他们先下去。是。多谢娘娘恩德。你别老是这么毕恭毕敬的。你在皇上面前，不是也挺随便的吗？这以后啊，我们就以妯娌之分。你老这么谢来谢去的，倒显生分了。娘娘是国母，礼不可废。允贤以后也会老守宫规。也好。对了，成王那边有些什么进展？吴太妃为难你的事，本宫也知道。若为人妇，难免会受些委屈。就算本宫是皇后，不也一样要在太后面前忍气吞声吗？我看你，也未必像嘴上说的那样放得下成王。各退一步，海阔天空，才是正道理。谢娘娘教诲。论理，本宫不该多说。可是本宫真心喜欢你，所以还是忍不住多句嘴。你如今做了女官，言行举止就要更加谨慎。尤其是御药房，免不了要和各宫妃嫔打交道。你现在是皇上身边的红人，如果有人议论你，你可千万要忍着。毕竟在这宫里，要以和为贵。
娘娘，有些话我一直藏在心里很久了，思来想去，觉得还是要跟您说清楚才能安心。娘娘，不管别人怎么想，可我心里始终只有齐玉一人。至于皇上，他只是我在宫外认识的一个老朋友，我敬他仗义，佩服他豪爽，可是从来没有对他动过一丝其他的心思。本宫没有其他的意思。娘娘已经对我很宽容了。其实这些天我在宫里也听到了一些议论，说皇上亲自把我接到乾清宫，他们觉得我是狐媚君王之辈。我真的不想给您和皇上添麻烦，也不想别人说三道四，所以我会尽量避着皇上。皇后娘娘或许有所不知，令尊钱大人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，所以不管是于旧世还是于现在，允仙都对皇后娘娘感激不尽。允仙敢对着药师菩萨发誓，我若是对皇上有一丁点不该有的心思，就叫我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你性子怎么这么烈啊？这种誓也是能随便发的吗？本宫之前对你一直存有心结，所以说话难免带了些讥讽。其实本宫也知道，你心里只有成王一人。可是本宫看着皇上对你那么上心，心里实在是……娘娘，我其实也没有想着要做什么司药女官，我早就想出宫，在家里等着爹和奶奶上京。玉仙，你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我要是还对你耿耿于怀，就真的愧为这个皇后了。玉仙，本宫也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皇上其实也是真心想成全你们，只是现在还是有点放不下罢了。所以你也不用刻意回避，人多的时候注意点就行了。是。还有，御药房和太医院虽然互为表里，都掌管着后宫的医药之事，但御药房还是以掌管药材为主。本宫知道你医术好，这宫里的事最为麻烦，如果有妃嫔让你为她诊病，你还是多个心眼儿，最好让他们传太医。多谢娘娘嘱咐。娘娘，刚才说话有不敬之处，请您千万别放在心上。都说了，别这么客气了。反正你也是未来的成王妃，以后你就叫我钱姐姐吧。娘娘，这可不敢当。只许你拿真心待我，就不许我拿真心待你啊。这，玉仙，以后我要是有什么话，就都跟你说，绝对不藏着掖着。你说这样可好啊，好妹妹？是。娘娘，姐姐。不是娘娘姐姐，是钱姐姐。钱姐姐就是钱姐姐。皇上说您身子不好，我以后一定尽心尽力，把您的身子调理好。其实我的身子也没什么，就是一直怀不上。钱姐姐不用担心，我奶奶当年也是30岁的时候才生下我爹，您现在不过才24、25，还有的是机会。
那就借你吉言了。参见杭大人。你的面子还挺大啊！我可告诉你，要是在1个月之内吃不透这本千金方，我管你什么私药私膳，到时候你自个顶着医书去门外边跪着去。是。进来吧。他是6品，这么说来，我这个御医在他面前还得下跪了。可怜的是你叔叔我呀，我整整费了20年的光景，才混到了院判的位置。他一个黄毛丫头，刚刚来了几天，就一步登天了。他不过是凭着皇上对他的宠爱罢了。虽说是有几分真才实学，但他竟用巫蛊之术为太后诊病。师父怎么会迷了心窍收他为徒？还说我心术不正，在会试上为难他。上头那个院士的职位已经空了好几年了。哼，你叔叔我啊，还就不相信你师父根本对那个职位就没动过心。前段时间皇上刚刚削了我的职，你知道吗？你的师父独揽太医院这么多年了，他现在肯定不愿意跟你叔叔平分秋色了。这个时候，你说你师父如果卖皇上一个人情面子，不是一件挺好的事情吗？啊，村霞呀，他毕竟是你的师父，我想这回你这个师妹是认定喽。什么师妹？只不过是个妖女。我还是觉得师父不是贪恋富贵之人，只是一时糊涂罢了。叔叔，我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他赶出太医院。哼，那是自然。他一定是仗着皇上，以为自己就万事无忧了。我倒要看看他这个私药女官能做得了几天。刘大人，有件事我必须私下里问你。那天我母妃突然晕倒，一直昏迷不醒，病因到底是什么？程院判不是说过了吗？太妃娘娘是急怒攻心，血涌七窍。大人，我知道您刚收了允贤为徒，我跟允贤也是早有婚姻之约。我希望您看在这个情分上，跟我说一句实话：我的母妃到底是真病，还是假病？微臣只能说，在程院判接手之前，与平常无异。我知道了。哎呀，这太医院共有13科，可在世间上不可能有谁能一人全通。我看你之前所学颇杂，若要提高，就必须选几门主科，着重研习，方能有所大成。比如我擅长的大方脉与妇科，而你师兄村霞则跟他的叔叔程13多学了一门小方脉。注油之术你是肯定要选的，那其他的呢？妇科。人家常说宁医10男子，不医1妇人。我本是女子，占着身份方便，当然更愿意为女子看病。你治好太后的病，也知道是仗着身份的方便了。是，
确实如此，要不然，你治好太后病的消息传出来，太医院里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愤愤不平。这医家讲的是望闻问切，可因为这男女大防，就算是太医也不能直勾勾地盯着主子们看来看去，所以我们只能隔筋诊脉，细微之处难免不易把握。若是隐秘部位，则只能让医婆和宫女代看。如此一来，就断不准病，又该如何用药呢？就算是华佗在世，也要被骂成庸医了。你占着女子的先天之变，确实可以在妇科上更上一层。今天早上，成王跟我说过，你们已有婚姻之约。要是你以后真的做了亲王妃子，那现在跟我学医，岂不是再走过场？啊，不会的，我跟成王殿下早就说明白了，日后他要是不许我继续行医，我宁可终身不嫁。终身不嫁，这话严重了吧？不瞒师父说，我去世的祖父也是医道中人，他本希望我哥哥能够继承他的衣钵，只可惜我哥哥去得太早。允贤虽为女子，但也希望有朝一日可以重振我家门楣。这些事，当初我跟成王殿下都是商量过的。既然你有如此心志，我不会辜负你的。谢师父。好，我们再看看那幅图。御药房是内宫里头专设的，管事的呢就是那个欺辱你的侯太监。以前永乐爷的时候也有女官管过，和太医院算是一内一外。既然御药房只是药房，那为何和太医院并称呢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太医们再有本事，可毕竟也都是男的，总不能在后宫里来去自由吧。所以太医们给歌宫看病的时候，就一定会由御药房派人领着入宫，还得在一旁监察。要是给皇上瞧病呢，你这个当头的还得负得起复检、取药、存档的责任呢。而且嫔以下的宫人如果不舒服，是没有资格请太医的，只能看症状上这取药。所以别人都说御药房顶小半个太医院呢，要不然那个时候侯太监怎么敢动不动就打你？哦，原来如此。我就说他怎么那么大的派头？这长寿殿还真够大的。那当然了，这可是皇上以前当太子的时候念书的地方。御药房的大太监罚过你的板子，皇上就立马把他赶去了浣衣局，还特意把御药房迁来长寿殿。这后宫里头，只有妃以上才能独占一殿。这份恩宠，恐怕以后红颜的人少不了了。丁香，你就不能说话不带刺吗？你明明就知道。好啦，我哪敢刺您呢？我也是多亏了您，才又当上了长侍宫女。好好巴结你还差不多。好了，你是老人，宫中的规矩比我懂得多，以后就靠你了。杭思耀，太后有口谕，让你马上去仁寿宫。是。司要杭氏参见太后娘娘。前几日还是医婆，今儿个就变成了六品女官了。还改了名，换了姓，杭氏，你可变得够快的。全仗太后娘娘恩典。娘娘不是也说过，若是微臣侥幸治好了您，你也愿意封赏微臣的吗？还是那么会说话。不过这次哀家不会上你的当了。你这个人啊，连名字来历都是假的。成王却为你神魂颠倒，真是丢了我们朱家的脸。哼！不过今儿传你来，是为了另外一件事。前几日，波罗州的伯尼国王来朝，想必你也知道吧？微臣有所耳闻。万邦来朝，正显我大明国力昌盛。可惜这国王没福，刚住进会同馆，就和王妃一起病倒了。他们有自己的风俗，有一些规矩跟我们是不一样的。
男女授受不亲。哀家本来派了太医去给国王瞧病，正好想起来，你不是刚生了私药吗？也好，你去帮这位王妃看看病。遵旨。只是这件事，事关我大明国体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你既然做了朝廷女官，哀家就按照朝廷的规矩有赏有罚。要是3日之内你治不好伯尼王妃的病，哀家就按照大明律中失职一条，对你罢官免职，杖责100。遵旨。只是微臣斗胆想问，若是其他太医在3日之内也无法治好伯尼国王，是否与微臣同罪？你那是自然。太后娘娘，微臣愿领此事，请太后娘娘恩准。好，同门师兄妹竞争，倒也是一时一桩。事不宜迟，你们马上就去会同馆。下去吧。遵旨。遵旨。你得小心，太后这是在故意整你。整我？我以前在内书馆里听过一位上宫大人说过一段密事：外邦人来我朝朝见，很容易因为水土不服而腹泻不止。永乐爷那会儿就有伯尼国的使臣就这样死在了南京城。后来永乐爷担心此事会影响外邦来朝，就特地派了3宝太监郑大人从伯尼国取了1罐泥土回来。以后若是有伯尼人再水土不服，太医院的人就会去太常寺取点泥土，让他们会水喝下，2、3天内就能见效止泻。可是现在太后娘娘提都没提这事儿，反而就直接让你去会同馆，还动不动就100大板，这没有阴谋才怪了。不怕，水土不服也不是什么大病，3天之内我就不信治不好那位王妃。也不知道我是哪里得罪了我这位程师兄，3番5次的都要跟我较劲为难。这有什么不知道的？你要嫁成王，就得罪了安和郡主和太后。程13是太后的亲信，你师兄呢又是程13的侄子，那不就一连串都连上了？再说，你是个女人，他觉得你天生就该比他差，哎，偏偏你处处都比他强，他不为难你，还能为难谁啊？我已经让人去太常寺拿那些泥土了，待会儿就让人给你送过去。叔叔，放心，这都是前朝的掌故了。除了太常寺卿之外，没有人能知道原来这些泥土还能救人的性命。那里边的人我都打点好了，就算是皇上去要，他们也会说那些泥土都已经用完了。我只是想和他公平比试一场，而不是让叔叔帮着去作弊。这怎么能是作弊呢？这是资源。这就好比2个大夫同时给一个病人看病，一个大夫有人参，另一个大夫没有人参。你想一想，那一定是前一个大夫可以保住病人的性命。唉，这可是我想了好久才想出来的万全之策呀！你小子给我听清楚了，这次的机会绝对不能给我错过了。不行，我要靠我的真本事胜过他。师父说我故意为难他，所以一直都不理我。我要让他知道，只有我才配做他的弟子，而那个行氏只是个草包。你小子给我站住！你们可算来了！参见国公大人。啊，不用多礼。伯尼国王住在西厢，今儿已经是谢了4次了。
你赶紧过去看看吧。大人失陪了。好，快去吧。哎，康思耀，还有啊，这位伯尼王妃，她是不懂汉话的，所以呢，我就从司仪馆帮你要了一位通译过来。多谢国公大人。老夫还没喝过你高升之喜，不管怎么说，你总是老夫渐进宫的人嘛。哦，还有啊，这位王妃啊，可是国王的爱妻，人又纤弱，你可千万得把她治好啊！不管用什么药，你只要向外头吩咐，老夫马上帮你安排。是，多谢国公大人。通译大人，请帮我问一下王妃，她如此腹泻有几天了？今天有几次？喉咙可有疼痛之感？ And how many times she aches for today? Does she have a sore throat also? Princess Consort, 5 times. Throat fine but having fever. 5 times. Throat is fine but still having fever. 这位侍女说，自从王妃到了京城就开始腹泻，今天已经是第5次了，喉咙不痛，只是有些发热。可有里急后重之感，就是说腹痛如刀绞，老想去茅厕，可是入厕之后却发现秽物并不多，却总有未尽之感。If you are having a feeling of tendencies, No. 没有，倒是晚上就能见好，也能入睡，吃过东西后就会严重。没有里急后重又不见呕吐，应该不是下痢。丁香说的没有错，这应该就是水土不服之症。通译大人，麻烦您告诉王妃，她这病并不严重，只要吃几副药就好了，请她不用担心。Princess Consort, she said you recovered with some medicine. I don't want to have any medicine. Princess Consort said she doesn't want to have any medicine. What about acupuncture treatment? 大人，王妃不愿意吃药，是否可以只扎针？她不愿意吃药？是，这位王妃确实麻烦，那边的国王就没这个讲究。不吃药，光凭针灸，3日之内，我怎么可能治得好啊？国王此病是因为水土不服导致的脾胃失衡，只是来势凶猛，只要用一些止泻健脾的药物慢慢调理即可。那小人先去配药了，还请国王稍后。吞下，拿着，叔叔。叔叔，我说过我要凭真本事胜过他。我之前让惠民药局的人给这国王看过一次，他这个病来势凶猛，一般的止泻药根本就不管用。你如果想治好这国王的病，就得用这个伯尼土才行。就算用这个秘方取胜，也是胜之不武。叔叔，你放心，我不会用那些普通的止泻药。除了我们常用的那几味药之外，我手里恰巧还有一味秘药。什么秘药？太医余粮，就是《神农本草经》里说的上古大禹留下来的神药。这个东西传说当中是止泻第一位，不过已经失传很久了。你是怎么弄到的？之前我也查了很多医书，才知道太医余粮又名石脑。这次东海采药的时候，我就留了一些心思，找到了一些。之前我也试过，它确实比其他的药见效都快。所以叔叔，你放心，
就算没有伯尼土，我一样可以比别的大夫更快地治好这位国王。那是自然了，你可是我程13的亲侄子呀。放心吧，这个王妃什么药都不吃，那个医婆就算有天大的本事，这回她也输定了。哼，拿着。杭大人，这位王妃说，她宁愿病死，也不愿服外族之药。好，麻烦您告诉王妃，我这就试着帮她用针灸止泻。Princess Consort, time for the injection. Seems getting much better. 王妃说，扎了针之后，现在感觉肚子舒服多了。师父昨天才说过，女子中脘酸胀，因是胃气过多。同意大人，麻烦您再帮我问一下王妃，她是否每次吃完饭之后就会胃胀酸痛，可1个时辰之后就会慢慢减轻？他要这个做什么？还非要到礼拜4去买？王妃，这是刚从礼拜4买回来的酸酪浆，最是酸甜可口。它虽然不是药，却能治好您的病。Princess Consort is not medicine, but could cure your illness. Thanks, tastes good. 王妃说：“谢谢，这是她生病以来吃过的最爽口的食物。”怎么样了？哦，已经差不多了。国王上个时辰只泻了1次，这秽物已经成型，只要再服上这1剂药，明天差不多就好了。哦，1天时间都不到，连12个时辰都没用完。不错，哎，那个杭氏那边怎么样了？他呀，今天他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边，我都没见他出来熬过药，估计现在指不定在哪儿又念咒施法呢。也不知道咱们中土的神仙对于这位异国人士是不是还能灵验。哎，回避！回避！怎么了？王妃要来见国王，你们赶快背过身去。